穿越到异世界，你修炼300载，终成异界最强者。但近期和妻子闹了一场矛盾，妻子离家出走，说要冷静一段时间。你没有阻拦，想着自己有几千年寿元，慢慢等他回来就行。可这时系统却突然提示域外邪魔即将侵入，你将生死道消。当你对妻子说你快要死的时候，妻子却要让你快点去死。是啊，一个拥有5000年寿元的人怎么会死？可是你把将死之事对小姨子说了，小姨子却信了。随后小姨子跟着你走遍了整个苍云大陆，见了自己这辈子都没法给出结果的红颜知己林烟雨，见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狗道人，并且还给他找了一个小女朋友，还见了这些年为你一直提供灵丹的好兄弟。而你不知道的是，为了给你制作灵丹，真永福不惜耗费自己的寿元，也要为你不断提供。在你得知此事，更是耗费你4000年的寿元为其炼丹治疗往日损伤。最后你还见了这些年一直找你决斗的排行大陆第2的无间池。时间匆匆，光阴荏苒，100多天里，你一直在大陆各处行走，有些老朋友是你年轻时候认识的，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大部分还在不同的小世界。在见到的时候，你也是感慨颇深，你几乎都在每个朋友那里待上几天。而洛伊城则是在你离开妖域那天晚上之后，就没有再给你或者洛伊子传音，哪怕到了大劫到来前一天，你也没有再给洛伊城传音。忙碌了100多天，你终于与所有朋友道别，最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你走进院子，看着一切都没变，笑了笑。洛伊子回到屋内，没多久就走了出来。姐姐好像回来过。你微笑，了一声没有接话。从进来那一刻起，你就知道了。你敏锐发现这里还有些许熟悉的香味停留。你最后时刻都不愿见我。洛伊城定然刚走没多久，丁氏发现了你和洛伊子回来，匆匆离开了。现在或许还在远方某处偷偷注视着这边，看着天上仍旧若隐若现的星辰。这一刻，你心里无比的坦然。与老朋友们相处这段时间，你已经完全释然。你这辈子不再是孑然一身，亲情友情爱情圆满，修了一辈子的福气，最后死去前还帮所有老朋友都完成了心愿，并且给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哪怕是最终临死之前，你还有人陪在一旁。洛伊子已飞到了你旁边，跟着躺下。你微笑看向洛伊子，这些日子谢谢你能陪在我一旁。洛伊子被你这笑容与言语戳得心脏一疼。这几日里，他天天害怕听到这话，因为听到这话的时候，预示着你即将要离开。空气安静下来，眼眶不知不觉间已经红润湿润。洛伊子努力憋着，但最终还是落下了晶莹泪水，如同断线的珠子般倾泻而下。你暗暗摇头，忍住伸手摸了摸洛伊子的头。离院子有些远的地方伫立着一座山峰，此刻山峰顶端站着一名绝美女子，在山风吹拂下，她那如瀑布般的长发随风飘荡，眉头是皱紧的，如星辰般的眸子中都是复杂之芒。她清楚看到院子屋顶的画面，哀叹道：希望你们能幸福。今日过后，她将远离院子，远离这边，给你和洛伊子一个未来。一夜过去，新的一天到来，你耳中也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剩最后一个时辰，时间到达前赴上域外，等待大劫到来。你看着洛伊子温和的笑道：伊子，答应我，好好照看好你姐姐，别让她做傻事，还有你也要照顾好自己，最好找个如意郎君嫁了。洛伊子瞬间呼吸困难，张了张朱唇，心里的话语一句都说不出来，眼眶再次笼罩满了雾水，心在痛。你站了起来，满脸释然，再见了。你和洛伊子说完，瞬间在原地消失。洛伊子快速站起，可不管他怎么寻找，都再也找不到你的身影。一刻，无尽的空虚感笼罩了他，他想要低吼，想要大哭，可最终还是没有做到。无声的泪珠在肆虐，风在吹过，落在地上的枯叶四处发散。你引入虚空，站在院子空中，盯着下方，熟悉的一切，释然一笑。你拿出身上仅剩下的最后一样物品，传音石够了，我要离开了，答应我，往后余生照顾好自己。你给所有老朋友发去传音，说完坦然一笑，张开手掌，传音石便脱离手掌往地面坠去。仅仅一会，传音石开始不停地猛烈地震动了起来，没有理会，看着苍穹之上，身形瞬间在原地消失。你全速往上飞，身影如流星。很快你来到了域外，太阳光芒照射在你身上，暖意却难敌你心头悲凉。死亡到来的时候，原来是这种感觉。系统还有多久？来了。系统声音一过，你看到在域外几万里外突然出现了一块难以估测的巨大的黑色星体，正全速飞来。黑色星体不是简单的域外行星，里面竟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你感知了一下，发现行星里拥有很多生命，而且这行星给你的感觉很邪恶。星体黑气萦绕，如同入魔了一般，无尽的绝望气息，还有欲望气息，诡异复杂邪恶。你向系统问到里面有什么，而系统的回答却让你脸色凝重。魔种，若是让这黑暗行星坠入大陆，魔种会找到强者附体，杀戮将会贯彻未来，无尽的绝望将笼罩整个大地。那我该怎么做？全力击毁。沉默了一会，你眼神开始坚定。而与此同时，大陆内太阳明明刚升起，阳光前一刻还普照着大地，给人暖洋洋充满希望的感觉，但下一刻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所有人抬头看去，太阳竟被一个神秘的物体遮住。洛伊子原本还在悲伤中，听到传音室里传出的声音，看着天空的变化，这一刻他终于知道你会怎么死。原谅他一直想不到这个可能，盯着已经被黑暗笼罩的天穹，那个一直藏在心里的男人正孤身迎战万军，他的眼泪更加肆虐，悲伤如血液般流遍全身。姐姐，你现在后悔了吧？洛伊子咬牙低低一声，心里对自己姐姐怨恨到了极点，同时他紧紧盯着你，默默祈祷你能活着回来。离院子不远的地方，此刻洛伊城手中拿着传音石，在听到你传音的那一刻，他大感不妙。此时他目光无神地看着天穹，那股恐怖的绝望的气息从天外传来。你说的死亡真的存在？心脏在这一刻像是被刀子刺中，呆滞的眸子已然空洞，身子一直颤抖。你这段时间传的话一遍遍在他脑中响起，原以为好笑与虚假的话语，在这一刻就像是一支支箭矢，狠心的往他心脏刺来。眼眶已经被雾水笼罩，看着天上那无惧迎战的你，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这一刻，他希望你前面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这一刻，他希望你不会死，你能战败外来之敌凯旋回来。一个秘境外，贾继有前不久还在指导着宗门的人开发秘境，此刻他呆呆看着天上，
上，和其他宗门之人开始恐慌不同。他双手颤抖，手中传音石拿捏不稳，掉在了地上。在听到你传音的那一刻，他也意识到了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连忙给你传去了几道声音，却都石沉大海。之后看到天空变色，一颗带着绝望气息的黑星覆盖住太阳，往他们苍云大陆而来。那时候他就意识到了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可亲眼看着你一人战万敌，且敌人源源不断，他感到了无尽的绝望。你答应过我会好好陪我，你一定要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贾基友脑海闪回上次自己前去你院子的画面，他终于知道你那时候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真的会死，他好像算到了会有这一天。看着你身上渐渐被伤势布满，这时候他只有低吼，祈求老天看在他的诚恳，让你安然回来。你要是死了，他以往的记忆将会永远凝固，那个可是陪伴了他一生的兄弟，你一定要活下来。一座山峰上，真永福此刻如贾基友一般，灵媒就站在他身旁用力搀扶着。平日里强壮如牛的真永福，这个被陈长安封为最勇的男人，这时候弱的一阵风就能将他击倒。长安哥，你一定要活下来。同一时间，苍穹上此刻有一人正咬着牙全力往域外飞去，此人正是苍云大陆默认的大陆第2强者吴剑士。然而不管他如何往上冲，还没通过那一层灼热如岩浆般的流层就被迫降落。他看着你，拳头捏紧，终究还是明白了半年前你说的那些话，原来那时候说的都是真的。你已经算出了自己会死，在你院子那段时间是他这辈子过得最快乐的日子，你教会了他很多知识，也让他看到了这世间一些美好的东西。然而现在他竟然连上去与你一起迎战外敌的能力都没有。你不能死，你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我一定会超越你。吴剑士大吼一声，声音震动苍穹。妖域林烟雨痴痴看着域外，他没有站着，已经跌坐在了地上，双目无神，泪水已经模糊了脸上的妆容。他后悔了，后悔让你离开，你骗我，你骗我。回想起你对他说的话，他现在心里在滴血。当时你说的会死，原来是真的，可是为何后面骗他说不会死，并且说来年再来？他以为随着时间过去，自己迟早会和这个男人拥有一段美好的未来，哪怕只是在你旁边站着，也已经让他觉得很幸福。可是看着孤身迎战万敌的你，林烟雨泪如雨下。你若是死了，我陪你。聚宝堂总堂所有人都呆呆看着天空，为首的黄娇娇被一个侍女搀扶着，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哭声响彻四周。师兄，师兄，师兄！她如孩子一般哭着，她脑海里记上回半年前前去找你那回，原来她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会死，真的会死，怪不得急着让他找夫婿，怪不得会如此大方，直接给了他千万上品灵石，怪不得会那般宠他，甚至为了他搬了一座山峰上域外，以他的名字命名。星辰看着你在万千黑影人的围攻下渐渐劣势，他很想飞上去帮忙，可他也清楚自己根本没有那个实力，连飞出域外都做不到。绝望、痛苦、悔恨让他眼前一黑。其余聚宝堂之人都快速围了上来，给黄娇娇喂丹药。另一处秘境外，狗道人拳头紧握，脸色难看到极点，眼眶已经红透。长安哥，你说过会喝我的喜酒，不能毁约。狗道人低声一句，在他身旁的沈景真紧紧抱着他，生怕他做什么事情。其实狗道人很清楚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只有祈祷，祈祷自己唯一的好朋友，唯一真心待他的人能够活下来。域外战斗仍旧激烈，你确定自己真的必死后，受的伤在你眼里什么也不是，血液挥洒就挥洒，疼痛浑然不觉，这种感觉你从未体会过。这辈子在系统的助力下，你还真没有遇到过如此艰难的战斗。这时候你学到的一切都在战斗中用处，并且还在提升中。黑影人仍旧不减，被你杀一个，黑暗行星中就会冒出一个，你不知道有没有尽头，但你能做的就是站到自己油尽灯枯。一天一夜就这样过去，你长发披散，浑身是血，这辈子从未如此狼狈，可这又如何？杀！大吼仍旧充满威慑，长剑还在狰狞。黑暗行星看着着魔般继续冲杀而来的，终是震动起来。他们前来的时候无路可挡，横扫一切，被他们肆虐过的拥有生命的大陆不下1万。然而此刻这里的一个人却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在此战斗了一天，你也大概确定黑暗行星究竟是什么存在。这不是一个行星，而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每一个黑影人都是这颗星体分出的一部分。此时连续一天大战下来，行星已经只剩下原来15大小，现在这颗黑暗行星怕了，畏惧了。最后一道裹挟着疯狂与愤怒情绪的奇怪声音从行星内部响起，砰的一声，黑暗行星突然爆开，眨眼间10万个黑影人站在你面前，如同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或者说是一道人类无法跨越的鸿沟。雪人，你笑了，来吧，你们能进入苍云大陆算我输。肆意张狂，视死如归。长剑已经断了一半，但在你这话过后再度发出嗡鸣，哪怕嗡鸣声只有先前1半响亮，你仍旧像1日前一样战意盎然。苍云大陆上所有人一天不眠不休，什么都不做，持续1天1夜抬头看着天外。你在成为大陆第1强者后，大概过了50多年就渐渐隐匿起来，人们很少再见到你的身影，所以一些刚出生了50多年的人对你的了解只在传言与故事之中。但现在整个大陆没有一个人不对这位强者怀有崇拜与敬畏之心。有些修为弱之人看不到你，但却能够看得到那黑压压的黑影，一人一剑拦在灭世灾难面前，1天1夜让黑暗行星无法前进一步，是人类的赞歌。英雄永不迟暮，你再次站起来，一人一剑往10万黑影人杀去，眨眼间便被10万黑影人包围，像是被黑色的海水吞噬。人们再也看不到你，可他们知道你还在战斗。攻击的响声如同一道道天外来音，震动苍穹。响声又持续了半天，10万黑影人最后只剩下1万。人们再次看到了你，此刻的你只剩一条手臂，手中的青剑也只剩短短1截，狂笑还在你嘴里持续。就这，你看着仅剩的1万黑影人肆意发出嘲讽，你身上都是触目惊心的伤口，痛楚完全没有，哪怕身躯已经残破不堪，你也没有回退一步。嘲讽完后反而还继续往前冲杀而去。1万黑影人看着疯子般的你都在颤抖，随后纷纷后退，因为他们很清楚你这是要死了。拉上他们，半寸剑锋追杀万人，最后杀
杀的黑影人只剩1000。这些黑影人发出奇怪的哀嚎，亡命往未知星域逃去，与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来时判若两人。任务完成，系统声音响起。闻言，你咧嘴一笑。此刻你四肢全无，眼睛只剩一只，浑身血液也已经干涸。看着灵气汇聚成的手臂里只剩下剑柄的草剃剑，占有你自由的灵气之水消散，剑柄飘在星空中，随后慢慢飞远。你回首往苍云大陆方向看去，系统，求你一件事，让我回去。声音过后好一会，系统声音才响起，收到。系统声音一过，你身躯被一团能量保护住。而这时虚空突然冒出了一道沧桑的声音，你以为瞒得过天道规则？我没有，我只是给他完成任务后的奖励。系统声音响起，但很快声音越来越微弱，你已经听不到声音，看到自己被一股神奇的能量包裹着，能量带着更多力量的你往苍云大陆飞去。很快，你进入了苍云大陆，坠落感袭来，所有大陆之人都看到了这一幕。那个男人如同一颗流星坠下大地，这一刻，所有人的泪水决堤般从眼中流出，都快速往那个方向飞去。你在神秘力量的包裹下，轻轻落在了一片长满花朵的田园中，神秘的力量消失，再次感受到地面的微凉感。你微微睁开了眼眸，生机接近枯竭，自己要死了，可是自己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完成。还好，只是等你咧嘴笑了，血水从嘴里溢出，一个女人从远处飞来，女人的身影越来越近，最后落在了你的面前。看着眼前已经哭成泪人的女人，你张了张嘴，话语却说不出来，那3个字说不出来了，眼皮没有了力气。在最后时刻，你终究还是闭上了眼睛。一阵风吹过，四周花朵摇曳，花香伴随着后悔的哭声渐渐飘向远方。洛伊子在洛伊城之后等到，双眼通红，眼泪似乎已经干涸，呆呆看着抱紧你尸体痛哭的洛伊城，如同一根木头一般瞪大眼眸伫立着落地。天空飘起了小雨，后面更是开始飘雪，开始雪花还零零散散落下，之后纷纷扬扬而下，天地都白了头。洛伊子突然站不稳，双眼一黑昏迷了过去。昏迷前，自己姐姐的哭声还在耳旁萦绕，她为你的死感到剧烈心痛，如同心脏被人狠心用力拔了出来。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在看到自己姐姐后悔至极的时候，她也替你感到开心，像是出了那一口气血。雪越下越大，雪中带雨，心中的凉恰似与天地相融在一起。附近人越来越多，其他弱者不敢靠近。假基友他们也来了，站在一旁无人说话，雨雪扑在他们脸上，分不清谁在哭。这场雪雨持续了整整3天，全大陆之人都确定这是上天在为一位英雄流泪。也是从那天起，大陆所有人心里都站立起了一个荣耀榜样，上到将要入土之人，下到刚开蒙之幼童。雪雨停了，阳光依旧如往常一般从天穹落下。一座大殿前挂起了2个白色灯笼，殿堂四周还放着很多白帆，气氛萧条冷清。大殿前2个女子披麻戴孝，浑身素白，正是李冰云和洛伊子2人。2人是绝世美人，纵然看起来很是憔悴，眼睛红肿，脸色苍白，嘴唇有些发青，也仍旧美得不可方物。他们站在殿前等待客人前来。今日是你入殓之日，亲朋好友都会前来再看你一眼。这时2个人刚好飞落在大殿前，来人正是狗道人和沈景真。狗道人脸上毫无血色，出现在大殿前10丈外，目光呆滞地看着大殿门口，久久没有往前走一步，仿佛这一步只要不踏出就不算结束。整整站着了1炷香时间，天空突然响起了一道鸟叫，他想起了某一年你带着一只大鸟上门的一幕。我来了，这大鸟很好吃，你想烤着吃还是煮着吃？你那笑容在狗道人眼中闪过，霎时间，狗道人眼睛再次红了起来，心在抽痛。唯一的朋友，我也来了。狗道人举步维艰往大殿走去，每一步都不舍得落下。最终他还是走到了洛伊子和李冰云2人面前。2位节哀。声音颤抖，李冰云目光呆滞看向狗道人，完全不知道狗道人什么时候到来，脑中都是你当日跟他说的那些话。直到你背上域外迎战外敌的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那时候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过几日有亲朋好友要来帮他招呼一下，原来是这种招呼。眼泪又不自觉落下，明明哭了3天了，应该干涸了，现在这又是何故？李冰云边哭边努力挤出迎客笑容里边请。洛伊子没有说话，表情如木头一般，带着狗道人往里面走，只是刚走几步，他差点摔倒。他明明是大陆顶尖强者之一，这时候却看起来孱弱如凡人。还好沈景真反应速度快，上前扶住了洛伊子，洛伊子才没有摔倒。狗道人根本没有反应，他目光只看着前方，脚步再次变得重若万斤。一具棺木出现在他视野里，刚好摆放在大殿正中间的地方。棺木旁，2个披麻戴孝的女子跪在地上一动不动，正是洛伊城和黄娇娇2人。黄娇娇哭闹了2天，想尽一切办法复活你，最终没能成功后骂了洛伊城1天。现在第3天，他陷入了沉默，脸色枯槁，表情木讷，眼睛红肿，目光无神，看着棺木，完全沉浸在了回忆中。洛伊城则是低着头，眼睛和其余3个女人不一样，没有红肿，只有淡漠，目光像是死人一样。狗道人走上前来，离棺木还剩3步的时候，再次站定不动。过了良久才上前，继续试图劝说洛伊城、黄娇娇2人节哀，随后才贴近棺木，看向里面躺着的人。你的身躯被洛伊城等人用特殊办法补全，并且清洗干净，脸色煞白，如同抹了白色粉末，嘴角竟然还微微翘着。可就是看到了这一抹浅笑，狗道人突然摇了摇头，往后跌退，眼中泛滥起了泪水。沈景真快速上前抱住狗道人，狗道人拼尽全力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嘴角也挂起笑容，只是此刻这笑容看起来比哭还难看。长安哥，我听你的话，努力改善了性格，还有你看，我已经和景真成婚了，你呀，性子也是不够好，太急了，明明说要喝我们的喜酒的。狗道人靠在棺木上认真与你诉说，仿佛你确实能听到，只是后面的话像是哽住了一般，怎么都说不出来了。长安哥，我会幸福的，谢谢你多年的陪伴与照顾。调整了很久，狗道人将话说完，摸了摸你冰凉的手。狗道人在沈景真搀扶下往大殿一旁布满座椅的区域走去。这世界的习俗是人死后入殓，亲朋要陪在一旁吃酒，算是送死者最后一程。狗道人坐下，看着没有人的前方，拿起一旁的酒，朝前一
静，仰头喝下一杯未停，下一杯继续喝，今日不醉。就这时，大殿外又出现了人，贾基友来了。贾基友这3日都在这边住下，但是今日他迟迟没有踏出房间前来这里，哪怕现在到了大殿前，他还是没有往里面走。他和狗道人不一样，此刻脸色看起来反倒是有些红，眼睛也红，站着的时候有些摇晃。是的，来之前喝酒了。其实这几日他天天喝酒，深陷在宿醉之中，只有酒能麻痹他的内心，只有酒才让他觉得自己面前还坐着那个陪伴了他一生的好兄弟。现在他手中还是拿着一壶酒，站在原地好一会，仰头喝了一大口后才往里面走去。陈长安，你小子又坑我！喝着喝着就逃了出来，我们继续喝。贾基友大喊往里面走去。洛伊子看着贾基友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深知贾基友和你的感情堪比亲生兄弟，只有李冰云站了出来，前辈里面请他得跟着贾基友，防止贾基友醉酒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他不想自己师尊死后还不能安宁。贾基友摇摇晃晃往里面走去，嘴上一直笑，仿佛确实在找逃跑的你继续喝酒。可当他进入了大殿，看到横亘在前的棺木，眼睛还是眨眼红了起来，站在原地好一会没有动弹。不过在强制灌了自己几口酒水后，他又笑了起来，笑着往前走去。陈长安躺在里面舒服吗？来起来喝酒。贾基友看着棺木里的你，喊了一声，见你不答，笑着指着你，你看看，装死讨酒是吧？你向来比我能喝，从小就如此，你怎么越大越不行了呢？你自己说的，男人不能说不行。来，我拉你起来。贾基友伸手要去拉你，李冰云刚想上前阻拦，这时洛一成的声音突然响起，他死能不能让他安宁一些？若是放在平日，贾基友听到洛一成如此话语，只会吓得快速离开，避其锋芒。但此刻听到此话，他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死死看向洛一成，这不是嫂子吗？记得我不？他的狐朋也不对，是猪朋狗友。洛一成没有说话，表情和眼神仍旧像是死人一般。嫂子记得吗？大概是半年前吧。啧，陈长安这个傻子，为了让我帮他劝你回来，你知道吗？送了我这么一把刀。须臾间，贾基友手中闪出了一把金色大刀，刀锋格外锋利，出来的时候闪着金芒，使得大殿金灿灿的，刀身更是小小的嗡鸣了一声，仿佛在炫耀他自己的不俗。猜猜这个大傻子除了送我这把刀外，还做了什么？没错，你猜对了，用了1000年寿元精血。哈哈，我前几天才意识过来，他那时候说的太多寿元没用是什么意思。而他这样做，真的是想送我刀吗？当然不是了，他这家伙狡猾得很，从小到大就会坑我、骗我、利用我，这不就是想用这把刀来让我劝你回家？我劝了，天天劝，你咋说的呢？砍我来呀，刀在这里，你倒是来砍死我呀！洛一成，你今日要是不砍死我，我他娘的看不起你！贾基友越说越大声，最后直接对着洛一成大吼，唾沫横飞，身子摇晃。洛一成面无表情，仿佛贾基友不存在，但若是仔细看着他，定然发现他此刻拳头紧握，不知道是在生贾基友的气，还是谁的气。贾基友还想继续骂，但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大门前响起。贾基友，贾基友往那边看去，当看到甄永福正被大着肚子的灵媒搀扶着走进来，笑了。陈长安，你看，我们的好兄弟来了，今日我们3个一起不醉不休。贾基友抓住你的手摇晃了一下，棺木里的你一动不动，手上冰凉感传到了贾基友的手上。贾基友鼻子瞬间酸了。永福，你过来瞧瞧，这家伙为了讨酒装的好像，哈哈，他向来演戏特别厉害，我向来羡慕他有这演技。甄永福眼睛再度红润，颤颤巍巍来到了棺木前，看着里面躺着的你，心头像是被人狠狠捶打着，深吸了一口气，他强装镇定，想跟你说话，但话还没说出来，身子却突然往后倒。灵媒连忙抓紧他的手，甄永福才站定。长安哥，你啊，明明跟我说好的会当我儿子干爹的，孩子都没出来呢，你怎么就这样了呢？泪水情不自禁淌下。甄永福满脸温柔地看着棺木里的你，贾基友骂道：“你说什么呀？他只是装死讨酒而已，别哭，哭什么不吉利。”甄永福盯着站着位置的贾基友，请求道：“能让我再摸一下他们？”贾基友安静了下来，在甄永福诚恳表情下，突然间整个人憋不住，一把抱住了甄永福。永福，他走了，他走了，我最好的兄弟，我最在乎的人走了。贾基友眼泪鼻涕一同涌出，抱紧甄永福嚎啕大哭，哭得像个孩子。醉了，他真的很想自己能醉，最好醉到什么都记不起来，那样脑海里就不会时不时冒出自己和他一起偷鸡，一起偷看女人洗澡，一起打架，一起睡觉，一起追女人，自己的一生都有他的影子。可现在一切都化成了泡影，他最好的兄弟永远的离开了他，明明说好会陪他一辈子，他终究还是食言了。如果知道有这一天，半年前接到宗门传来的消息，他一定不会回去，一定会答应你每次都再留一天，然后悄悄把这么多年在你那里吃的亏统统拿回来。可是这世界没有如果，是的，你说过这个世界没有如果，要时刻珍惜眼前人，陪着自己最在乎的人。可是现在幡然醒悟还有用吗？你死后该如何活？甄永福也是撑不住了，再度哭了起来。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痛哭流涕，脑海里的记忆怎么都阻拦不住的重演。以前时光越美好，此刻越心痛。痛哭的两人连丹皇来了也没察觉。丹皇进入大殿后，走到了棺木前，好好看了看，叹气道：“老夫这辈子佩服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不管是你为了兄弟，还是你拯救了苍生，小子，一路走好。”丹皇说完，看向甄永福：“有件事我答应过他不告诉你，但他现在死了，也是时候跟你说了。你那里拥有1000多年的延寿丹，是他用了4000年寿元精血作为代价炼制出来的。”甄永福听后伫立不动，随后摇了摇头，心中的悲伤突然爆发，竟是眼前一黑，昏迷了过去。灵媒吓得快速和贾基友抱紧他，确定只是昏迷而已，才放心下来。丹皇唉声叹气，给甄永福夫妇喂下丹药，然后帮忙把甄永福夫
夫妇扶到大殿旁边，让他坐着，场面这才安静下来。而就在这时，又有人来了，只是这人前来并没有穿着黑衣或者白衣，反而是穿着一身红裙，画着精美的妆容。所有人都往他看去。林烟雨目光在大殿外就死死盯着你的棺木，他没有哭也没有闹，一步一步走到了棺木前。在看到棺木里的你时，他展颜一笑，这一刻她成了天下最美的女人。陈长安，我今天美吗？四周安静，他伸出如葱白般的玉手，左手抓住你冰凉的手，右手则是抚摸起你的脸庞。你活着的时候，我从未如此摸过你脸庞，没想到你死了后，我倒是如愿了。林烟雨满目柔情，但认真观察能发现她美眸中完全没有了光芒，如同洛依城一样，目光如死人一样盯着你。很长时间，林烟雨才转移目光，她看向了洛依城，这一刻没有任何生机，如同死人一般的眸子被愤怒填满。洛依城现在心里是不是很开心？他终于死了，你跟我说说心里什么想法？洛依城咬紧嘴唇，拳头捏紧，没有言语。你倒是说话呀！对了，你这人就喜欢不说话，或者喜欢逃避。也对，他要死的时候你还在逃避呢。洛依城嘴里突然呕血，地面被腥臭并且有些发黑的血液弄脏。洛依子慌忙上前拿出手帕给自己姐姐擦拭，洛依城却推开了洛依子，不顾形象地看向了林烟雨。你不用气我，今日过后我会随他而去。洛依城低喝道，他没有生林烟雨的气，自始至终他都在生自己的气。3日里，他扇了自己整整3000巴掌，可是没用，他不能活过来。在他死后，他心死了。等今日过后，他就随他而去。林烟雨听后突然大笑了起来，眸子中都是恨芒，死死盯着洛依城。你随他而去，配吗？林烟雨的声音不大，也没有咆哮的意思，就是如此简单的话语，听在所有人耳中犹如惊雷。噗！洛依城胸口再度闷胀，一口鲜红血液从他口中喷出，血雾沾染了棺木。蓦然间，他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100倍。洛依子吓了一跳，连忙拿出一粒丹药硬塞入洛依城嘴里。洛依城脑子昏沉，看了眼林烟雨，脸色死灰的傻笑了起来。你说的对，我呀确实不配，可是我也会随他而去。林烟雨双手捏成拳状，咬着牙齿，但酝酿了3天，藏在心里的狠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他看了眼躺在棺木里的你，满目怜爱，同时满脸自嘲。洛依城是他最爱的女人，此时他竟然只因为这一点不想继续伤害洛依城，可笑吗？可笑？可悲吗？可悲！林烟雨笑了起来，疯子一般。罢了罢了，陈长安，你这辈子没有选择我，我不怪你，但我希望你下辈子选我。林烟雨说罢，手中突然闪出了一把锋利匕首，匕首充斥着强大的气息，比之假既有先前拿出来的金色长刀还要更胜一分，仿佛任何坚硬的物体在此匕首面前都弱如纸糊。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到，林烟雨这是要在灵堂里自尽，拦下他。在场很多人都冒出了同一个念头，当然也有人仿佛早已经知道会有这一幕。从林烟雨穿着红裙画着精美妆容进来的时候，他们就猜到了这个女人已经疯了，爱越深，痛越重，痛到极致，活着就是在遭罪。假既有洛依城和跪着从未动过的黄娇娇3人眼神平淡，早已经看透，其实他们也准备在今日过后继续追随你的身影，因为这世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让他们留恋了。洛依子身形闪动，想要上前阻拦，她不仅仅答应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姐姐，还答应了你帮忙阻止其他人做傻事。然而不管她再怎么努力，林烟雨的强大是她比肩不了的。林烟雨只是随手一挥，洛依子便被阻拦在灵气墙前，靠近不了，我来陪你。林烟雨闭上眼睛，匕首往自己脖颈划去。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剑鸣从大殿外传来，一道剑光闪了在场之人一下，叮的一声，林烟雨手中匕首被一把剑击中，脱离了林烟雨之手。烟雨睁开眼，眸冷冷往殿外看去，一个中年缓步走入，来人正是吴剑痴。吴剑痴单手一招，长剑飞回他手里。你死后，此间天地没人再是他敌手。林烟雨也一样。吴剑痴，林烟雨沉声开口。吴剑痴淡漠道：我只是不想有人打扰到他，要死你出去死，别在此处。此话一过，全场寂静。吴剑痴没有理会其他人，走到了棺木前，看着棺木里的你，随后他突然咧嘴一笑。其余人见此，脸色唰的冷了下来。吴剑痴，你找死！贾继友等人大喝一声，他们都以为吴剑痴来捣乱，毕竟你死后吴剑痴变成了大陆第一，但你再开心也不能在此高兴。然而吴剑痴仍旧没有理会其他人，只是笑了一下后就收回了笑容。他盯着棺木里的你，认真道：你说我笑起来好看，那这笑就当作是我送你的离别礼物，永远是我的知己。声音铿锵有力，贾继友等人前一刻还要杀了吴剑痴的模样，在听到此话后瞬间消停。吴剑痴见你再无法应答，安静站着，脑海里回忆着多年来的画面，尤其是半年前自己在你院子里的一幕幕。是你教会了他享受生活，教会他认星星，教会了他观察身边的美好，还教会了他如何变成真正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唯一让他想骂你的是，你这家伙竟然藏拙了那么多年，与那样的外敌鏖战了那么久，每一个外敌都比他强，可你竟然在与他比斗的时候，次次都表现得他只差一些就能赢，如此往复了接近100年。这家伙甚至最后的时候还让他赢了一回。他当时确实发现了你放水，只是没想到放的不是水而是海。吴剑痴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他从未有过此时此刻这种心里莫名痛苦万分的情绪。再次睁开眼，盯着你脸庞，我答应过你会帮你照顾好你的宗门，从今往后谁敢惹你宗门，谁就是我的敌人。还有你记得你说过的话，我等那个人出现，届时我不会再说。吴剑痴坚定说完，脸上仍旧如先前一样的表情，往贾继友等人坐着的地方走去。他找了个角落坐下，拿起旁边的酒水猛地灌了几口后安静坐着。全场寂静，林烟雨单手一招将匕首收回手中。吴剑痴突然发话，我说了，要死就出去死，别给脸
不要脸，在我这里你并不算他的女人。吴建吃不清楚你和林烟雨有什么关系，他只知道你很爱洛伊城，在你院子待的那段时间，你嘴里谈论最多的是洛伊城。林烟雨狰狞道：那你再试试拦不拦得了我？说罢，他眼神坚定，再次自尽。吴建吃冷哼一声，手中长剑再次飞出。可就在这时，一个看起来只有10多岁的稚童突然从外面走进。大家住手，先听听主人留下的遗言，你们再争斗也不迟。声音稚嫩却十分清晰。遗言。听到这2个字，吴建吃瞬间指住往林烟雨飞去的剑，林烟雨也快速停下了手中动作。李冰云、洛伊子等人都震惊看向稚童，而看似死人一般的洛伊城，贾继友和黄娇娇3人也瞬间从恍惚中回神，睁大眼眸看向走入大殿的稚童。稚童走上前来，朝着众人鞠了鞠躬，介绍自己是院子里的一条长生鱼，主人通过喂养我们寿元精血与生机元气，渐渐让我们拥有了灵智。而我当初咬过主人一下，主人主要培养我，让我拥有灵智不说，更是在3天前让我拥有了化为人形的能力。而主人临死前告知了我他的遗言，让我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听到此话，贾继友眼眶通红，想起了自己和你狱卒疗伤时的画面，原来那时候起他就已经为了死亡做准备，心再次抽痛起来。要是能回到那个时间，他一定会一直陪在你身边。洛伊子和黄娇娇2人也才意识过来，那时候你已经为了这一刻做准备，又再次落泪起来。长生鱼说完，走到了你棺木前，按照你死前的吩咐，直接将棺盖盖上。随后他化作了一道光，闪入了棺木里面。下一刻，咚咚咚，棺木里响起了敲木鱼的声音。喂，外面有人吗？是我，怎么盖住我了？原来我已经死了呀！哈哈哈！洛伊城等人鼻子一酸，眼泪再次肆无忌惮地涌出。你的声音，众人完全没想到你会以如此特殊的方式来与他们正式告别。这时候我应该已经死了，请各位不要过度悲伤，人死是正常的，反正我已经坦然面对了，尤其不要胡闹。在此我要点名2个人，贾继友、林烟雨。听到这里，2人都愣了一下，其余人也开始收敛了一些悲伤。被你精准的猜测惊到，是对他们多了解，才能如此精准的预测到贾继友和林烟雨2人会在入殓时胡闹。贾继友，毋庸置疑，你是我最好的兄弟，我们一起长大，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比亲兄弟还亲。有你在一旁，我能很安然将后背交给你，哈哈，因为我知道你没有龙阳之好，你就不敢给我后背了。你一直怀疑我有龙阳之好。贾继友原来还感动欲哭，突然间的转弯让他苦笑不得起来。这绝对是你的原话。贾继友，对不起，我要先一步离开这个世界了，不能再陪在你左右。但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死太悲伤，你还有家人，你还有宗门，你要好好经营好这一切，答应我好好活下去，过好每一天，这是你最好的兄弟诚恳的请求。贾继友不想答应，可是他拒绝不了你的请求，一辈子他都在拒绝你的各种请求，因为他知道你往往都是在坑他。陈长安，你个坏种，老子讨厌你！贾继友声音嘶哑，哭骂道。林烟雨，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也知道你在我死后会做什么。我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是我辜负了你的感情，要怪就怪这贼老天吧。第二句话是我很庆幸认识了你，你是我的知己，说不喜欢你是不可能的。你人美心善，是个很好的女人，答应我别做傻事，也别胡闹了。林烟雨默默听完，没说话。黄娇娇，我亲爱的师妹。黄娇娇突然听到此话，眼泪鼻涕还是忍不住流下。心死的她哭得很动容。师父，师娘死得早，你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说是妹妹也不为过。师妹，你啊，以前一直让我很不省心，但是在我临死前，你的作为让我感到欣慰与自豪。师妹，我知道你不会胡闹，但我清楚你的性子，答应师兄一定要经营好新建的商会，千万不要再有轻生的念头。黄娇娇哭得崩溃，往后倒去。李冰云快速闪身上前扶住了她。师兄，我好想你。李冰云，我的好徒弟，你向来让为师省心，一直很听话，相信你会把我交代的事情统统做好。但是你啊，有件事情一定做不好，那就是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师尊走后，你找个人好好倾诉一下吧。还有宗门往后就交给你了。李冰云眼眶通红，但最后还是重重点了点头。师尊，徒儿一定会将所有事情做好。甄永福，我的好兄弟。甄永福身子一颤，永福哥，对你很放心，但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在意别人对你的好，容易心生愧疚。如果哥没猜错的话，孩子也快出生了，这时候丹皇大概率会将那件事情告诉你。一般说自己嘴严的人都不可能言实，我死后他一定会告诉你寿元一事。永福哥用寿元精血帮你炼丹一事，你真不用计较。我呀，早早就知道自己会死了，寿元要来没用，哥希望你忘记这事，答应哥好好照顾好妻儿，好好照顾好自己。甄永福闭上眼睛，重重点了点头，可哪怕闭着眼睛，眼泪还是在往外流。狗道人，狗道人，哥最不怕寻短见的人是你。狗道人哭笑不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和沈景真成婚了。哥在这里恭喜你，但哥毁约了，没有喝你的喜酒，答应哥一定要幸福。狗道人抓紧沈景真的手，用力点头。长安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幸福。吴建吃，安静喝酒的吴建吃刚举起酒杯的手一停，轻轻放下了酒杯，他没有往棺木那边看去，而是看着前方虚空。我承认我放狠了，嘿，你小子应该很气吧？声音轻佻不已。吴建吃深吸了一口气，想骂你一句，但最终还是没骂出来，反而笑道：你确实讨厌，我知道你不会生我的气。吴建吃啊，对我来说，你其实是一个好对手，好知己。我们认识的时间很久，交谈的话却连普通朋友都比不上。你很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死后，你将成为大陆第一，也算是让你完成了心愿了。还有，你相信我，我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吴建吃笑道：那我等着。洛伊子，亲爱的小姨子。站在洛伊城旁边的洛伊子身子一抖，目光盯着棺木。我要感谢你，真心感谢你。洛伊子再次忍不住落泪，谢谢你这段时间的陪伴，没有你我或许做不到这般坦然，也是有你我才能更好的为离开做准备，但我确实辜负了你，也对不起你，我一直把你当妹妹。洛伊子很不想听，却只能听，因为这是你最后跟他说话了。我希望你找个如意夫君，虽然我觉得希望渺茫。洛伊子果断当作没听到这话。还有
有希望你别生你姐姐的气。洛伊子身旁的洛伊成身体一抖，咬着牙齿，我很了解你姐姐，她那样做只是想将我让给你。洛伊成闭紧眼眸，压制住的泪腺终究还是再次落下了晶莹泪水。这家伙答应我好好看好你姐姐，还有照顾好自己。洛伊子闭上了眼睛，微微颔首，随后伸出手去抓住了洛伊成的手。到了这里，四周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知道下面你要跟谁说话了，都看向了洛伊成。然而他们等了很久，棺木里都没再发出声音。洛伊成也在等，可让他心痛的是，你的声音没有再响起。他那时候还在生他的气吧？不仅仅只有洛伊成如此想，其他人也都一样。就在洛伊成绝望之际，你的笑声突然自棺木里传出。娘子，被我骗到了吧？是否在想着我还在生你的气？你此时的声音带着几分戏谑，听在众人耳中，却满是令人鼻酸的熟悉。众人都深知你的性子，假基友与洛伊成更是清楚，你认真时沉稳可靠，顽劣时又格外跳脱。换作往日，洛伊成被你这般捉弄，多半会佯装气恼，同你嬉闹一番。可此刻，他心中只剩翻涌的痛楚、悔恨与无助交织，几乎要将他吞噬，甚至生出了随你一同离去的念头。娘子，老实说，起初我满心盼着见你，被你屡次拒之门外后，也确实恼过怨过。可后来我想通了，不见，或许离别时才能真正释然。我希望你能看开，莫要自责。人生本就无常，诸多意外从不由人，但这辈子能与你相伴，我已足够圆满。那些共度的时光，即便只剩回忆，也足以支撑我走过所有艰难。最后，我只想说，我爱你，不知能否亲口对你说。可即便有机会，我仍想再次重复，我真的好爱你。洛伊成捂住心口，泪水决堤，心痛如绞。他知晓自己错了，却再无弥补的机会。我知道这番话非但拦不住你轻生的念头，反倒会让你更坚定。所以接下来的事至关重要，你务必认真听，在场诸位也一同记下。你在托付遗言前，反复斟酌是否要说出转世之事。你问过系统，死后你会成为忘却过往的陌生人，不再是完整的你。可你清楚，若不说出，洛伊成等人定会寻死。唯有抛出转世的希望，才能让他们好好活下去。其实我并非真正离世。话音落下，大殿内瞬间死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瞪大双眼，呼吸急促。洛伊成的泪水也骤然止住，眼中燃起一丝微光。我修炼了一门秘术，死后可重生，虽不确定具体时日，或许会遗失部分记忆，但我定会归来，也能认出你们。诸位，最多100年，我们定会重逢。你的语气坚定，众人心中重燃希望。本已心灰意冷的几人，瞬间有了活下去的信念。他们坚信以你的能力，转世重生绝非虚言，所以切莫轻易舍弃性命。若我归来时寻不到你们，伤心欲绝的人便会是我。良久的寂静后，吴剑痴忽然放声大笑，他终于明白你曾说的300年内会有强者与他争第一的身影。不愧是你，我等你归来。失去目标的他瞬间重拾斗志，决意潜心修炼，等你归来再战。随后转身离去，其余人仍盯着棺木，绝望之中，希望悄然绽放。你的遗言至此结束。长生鱼从棺木旁现身，各位前辈，主人吩咐，待他躯壳离世后，火化骨灰，撒于庭院四周。话音未落，火焰便在关中燃起。洛伊成想要阻拦，被洛伊子拦下，告知这是你早已定下的安排。洛伊成终究闭眼阴语，入殓之事就此落幕。未能及时赶来的旧友，虽满心遗憾，可得知你会转世归来，也都放下悲戚，决心守着约定等你重逢。岁月流转，16年光阴匆匆而过，一辆马车疾驰在官道上，窗外树木飞速倒退。陈兄，你孤身从临边城赶来，就为赌一把加入傲天宗，可你没有灵根，根本无法通过入门考核。马车中，锦衣华服、灵气萦绕的黄轩辕看着身旁身着素白长袍、眉眼清秀的你，你望着渐近的傲天宗山门，嘴角微扬，眼中满是期待。你笑道：“我有直觉，到了傲天宗，即便无灵根，也能拥有。”一路多谢皇兄搭载，你从大陆另一侧启程，徒步奔赴此地，途中得贵人相助，偶遇黄轩辕后，便一同前往傲天宗。今日正是傲天宗3年一度的收徒之日。作为大陆第一宗门，傲天宗的考核极为严苛，首关便是灵根测试，无灵根者几乎无缘宗门，唯有服用珍稀的仙凡丹，才有一线生机。可没人会为无名小辈耗费这般资源。皇兄，快到了！你指着远处巍峨的山门，难掩激动。你是穿越者，脑海中总萦绕着零散模糊的记忆，有只有相伴的片段，却看不清具体模样。直觉指引着你来到傲天宗，坚信在此能解开记忆的谜团，故而成年后便直奔傲天宗收徒大典。黄轩辕看着你满心憧憬的模样，并未多言打击，只盼你能认清现实。越靠近山门，马车愈发密集，不少修士展露修为，尽显意气风发。对了，皇兄，你如今是何境界？灵根又是何种？你好奇问道。结丹期，我系纯灵根。黄轩辕坦然答道。你颇为惊讶，傲天宗收徒门槛极高，3系灵根至多只能做杂役，纯灵根才有立足之地。即便是结丹期修为，在傲天宗也并不算出众。可惜的是，傲天宗那位就是前辈已然仙逝。提及那位名震大陆的英雄，黄轩辕满是惋惜。那位前辈为护苍生，在域外独占数十万强敌，最终以身殉道，事迹传遍大陆，是所有人的偶像。陈兄，你名陈长安，与那位前辈同名，在这边需避讳，考核时最好换个别名，以免惹来非议。黄轩辕好心提醒，那位前辈的名讳在大陆已是心照不宣的禁忌。你心中了然，穿越前后你皆叫此名，便应到我会用别名应试。你望着直插云霄的宗门山峰，心中也对那位救世英雄满怀敬佩。传闻他挚友遍布大陆，师妹一手创办了聚宝堂，人脉与人格魅力冠绝天下。马车中抵傲天宗山门前，10余万应试者齐聚于此，人声鼎沸。黄轩辕忽然指着山门前的巨兽：“陈兄快看，那是烈焰舞。”
便是那位前辈收服的妖族强者。只见一头身形庞大、烈焰缠身的猛虎盘踞在巨石上，气势滔天，乃是大陆顶尖战力，如今却守在傲天宗山门，成为护宗神兽。你看着烈焰虎，心头骤然一怔，莫名生出熟悉之感，脑海中闪过零碎画面，竟好似见过这头猛虎俯首的模样。黄轩辕只当你是在画像中见过，你却心知不同，那些画面真切无比，与脑海中零散的记忆息息相关。你压下疑惑，静待考核开始，赌一把自己的直觉。2个时辰后，钟声响彻云霄，一众修士从天而降，为首的白衣女子容貌绝美，气质清冷，正是傲天宗宗主李冰云，也是那位救世前辈的亲传弟子。全场瞬间鸦雀无声，黄轩辕眼中满是崇敬，而你望着李冰云，脑海中竟突兀浮现出揉他发丝的画面，一时正然自语。黄轩辕只当你也曾见过李冰云的画像，并未多想。李冰云朗声宣布考核开始，10万应试者迅速排成摆列。傲天宗入门考核共3项：灵根、资质、心性、意志、灵视、勇气。考核速度极快，10人中仅有2、3能通过首关。黄轩辕上前测试，测出纯火灵根与火龙体，被执事真不错认出是皇家子弟，顺利通过。他与你道别后，便去往通过者队列。轮到你时，你将手放在测试石上，执事先是皱眉：16岁，无灵根，考核不通。随即话音骤变：混沌体。混沌体乃是大陆顶尖修炼体质，那位就是前辈，正是拥有此等体质。执事当即禀报李冰云，宗主转瞬便至身前，香风萦绕。你望着近在咫尺的李冰云，心中竟生出莫名的亲近之感，全无半分亵渎之意。你叫什么名字？李冰云眸光微亮，你想起黄轩辕的叮嘱，达到陈平安。李冰云微怔，此名与他师尊仅一字之差，随即开口：你通过首关，余下考核结束后来宗主大殿见我。执事笑着对你道贺，你谢过之后，走向仍在惊愕的黄轩辕。你看着飞回空中的李冰云，心中揉他发丝的冲动愈发强烈，只得强行克制。黄轩辕震惊于你拥有混沌体，连连感慨你的好运，还叮嘱你面对李冰云务必恭敬，不可失了礼数。你心中古怪，却也点头应下。1个时辰后，首关结束，仅2万余人通过，随即开启意志考核。天空中长老释放威压，众人需硬撑半个时辰方可过关。你与黄轩辕皆咬牙熬过。此关过后，仅剩万人晋级。最后一项勇气考核，烈焰虎纵身跃至广场中央，虎啸震彻心魂。此项考核便是需走到烈焰虎10丈之内。诸多年轻人被巨兽威压震慑，双腿发软，根本无法前行。黄轩辕步伐坚定，成为首个稳稳走到10丈内的人。李冰云示意烈焰虎试探，黄轩辕虽被震慑，却依旧站稳，顺利通过。轮到你时，你望着烈焰虎，毫无畏惧，反倒觉得几分亲切，仿佛面对的并非凶兽，而是寻常生灵。你缓步上前，径直越过10丈界限，直至走到烈焰虎1丈之外。李冰云面露讶异，示意烈焰虎发难，你却忽然开口：时代不一样了。此言一出，烈焰虎大僵在原地。当年他被你降服于妖族禁地时，你说的正是这句话。烈焰虎死死盯着你，满是惊疑，再无半分凶戾。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无人敢信一个无名小子竟能直面烈焰虎，还让这大陆顶尖凶兽正然不动。黄轩辕更是瞠目结舌，方才的自得瞬间烟消云散，只觉你深藏不露。李冰云也满心疑惑，却也知晓你的勇气已远超众人，足以通过考核。他望着你与烈焰虎对峙的模样，暗自决定要将你收入门下，悉心培养。你见考核已成，对着烈焰虎微微颔首，转身回到黄轩辕身边。面对黄轩辕的追问，你只称自己胆大，随口一言，并未提及脑海中的记忆。半个时辰后，所有考核结束，10万应试者仅3000人过关。李冰云遣散未通过者，随即携你与黄轩辕飞身前往宗主殿。离去前，他看向烈焰虎，见他仍盯着你的背影若有所思，心中更添疑惑。宗主殿内，黄轩辕垂手躬身，恭敬至极，不敢直视李冰云。你却始终望着他，目光直白，脑海中的零散记忆不断拼凑，揉他发丝的念头也愈发清晰。黄轩辕见你这般模样，急得暗中使眼色，生怕你触怒宗主。李冰云清冷的声音响起：好看吗？黄轩辕瞬间僵住，为你捏了把冷汗，你却坦然点头：好看。李冰云微怔，随即看向一旁的黄轩辕，你倒是拘谨，远不及他有胆气。不等黄轩辕反应，李冰云直言来意：今日唤你们前来，是想收你2人为徒。黄轩辕狂喜不已，能成为李冰云的弟子，乃是大陆无数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机缘，更是与那位救世前辈扯上渊源的荣耀。可你几乎是下意识的开口：我恐怕不能答应。脑海中涌起强烈的抗拒，仿佛答应收徒便是违背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准则，让你无法遵从。李冰云眉峰微蹙，语气微冷：你可知多少人盼着这个机会？黄轩辕也急得不停使眼色，劝你切莫错失良机。你苦笑着解释，并非有意推辞，只是心中实在不妥，还望宗主收皇兄为徒便好。李冰云不再强求，只道既是你自己拒绝，日后莫要后悔。我已为你寻了师尊的旧友，为你炼丹催生灵根，稍后他便会前来，你需恭敬相待。黄轩辕闻言更是震惊，能为你炼丹的，定然是大陆顶尖的炼丹大能，亦是你前世的至交。你躬身道谢，目光却依旧落在李冰云的发间，心中笃定，只要触碰到他，便能解开那些尘封的记忆谜团。李冰云原想在这里慢慢等真永福到来，在沉思了片刻后，还是站了起来。你们2人在此等着，我外出一会，等会那位前辈到了，你们听他的就行。李冰云迈着莲步，脸色冰冷地走出宗主殿。飞起来前，他停了一下，看了眼殿内的你，16岁，
混沌体，他收徒被拒绝，种种事情都开始指向一个方向，这年轻小伙会不会和自己师尊有关？他想到了自己师尊，自己师尊遗言中说过100年内会回来，而现在这个你年纪刚好和他师尊死亡时间差不多。可要是眼前这个年轻小伙就是他师尊重生的话，为何不相认？只需要跟他说一声，他就会相信。他得去问问烈焰虎先前怎么回事，捋清楚情况再回来。你确定？李冰云飞走后，看向了终于松懈的黄轩辕，你还没开口问出自己的问题，黄轩辕当先开口问到：兄台，你这是做什么？那位可是李冰云前辈啊，是那位英雄前辈的徒弟。你可知成为李冰云前辈的徒弟意味着什么？你苦笑道：知道，可我也有自己的苦衷，你不清楚怎么回事，那满脑子抗拒意志让你难受。黄轩辕摇了摇头，无奈叹气，只当你是不懂把握机会，实在想不通你拒绝的苦衷，顶多暗自猜测，难不成你和那位英雄前辈有什么关联？毕竟你们同名。你盯着黄轩辕问出自己的问题：黄兄，你觉得整个傲天宗谁才能随意揉李冰云前辈的头，并且李冰云前辈还会展露出甜美的笑容？黄轩辕呆愣片刻，脸色古怪地看着你，为何这样问？就是想知道而已。黄轩辕笑道：你这问题确实奇怪，不过硬要分析的话，只有一人可以。李冰云前辈性情清冷，是宗门公认的冰山女神，还极不喜欢被人触碰，能揉她的头且让她乐意的，只有那位已经离世的英雄前辈他的师尊。你咽了咽口水，心中已然有了答案，果然是这样。先前脑海中闪现的画面正是最好的佐证，看来那些零散的记忆十有八九就是那位英雄前辈的。这身体也叫陈长安，那位前辈也叫陈长安，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难道是前辈死后想夺舍婴儿重生，却被我这个来自地球的灵魂抢占了身体，导致他夺舍失败？你脸色古怪，心里念头纷杂，要是真这样，我可就罪过了。毕竟听说这位前辈是拯救苍生的好人，如今你能确定的就是这些记忆属于那位前辈。接下来你只想好好利用这些记忆，让自己这个穿越过来毫无金手指的人快速崛起。或许这些零散的记忆本身就是你的金手指。你和黄轩辕没等多久，一个白发中年便飞落在大殿外，两人瞬间神情庄严，尤其是黄轩辕更是变得恭恭敬敬。他知道来者大概率是那位英雄前辈的老朋友。你往外看去，神情略有些正然。甄永福身着青色长袍，面容英俊却不苟言笑，周身萦绕着一股忧郁气质。他扫了你们两人一眼，开口问道：谁是陈长安？先前接到李冰云传音，说要帮一个叫陈长安的小辈炼丹，他着实惊讶了许久，这小辈的名字竟和他的长安哥只差一字。你上前一步，拱手道：前辈，我就是陈长安。甄永福点头，朝你走来，让我查看一下你的身体。手伸出来，你点头伸手，可就在甄永福要触碰到你的手时，脑海中蓦然闪过一个画面里，你伸手拍了拍甄永福的肩膀，而被拍的甄永福满脸灿烂笑容，与此刻的忧郁判若两人。看着近在眼前的甄永福，你胆子一壮，决定赌一把，拍一拍他的肩膀，或许能引出更多记忆线索。你快速改变动作，趁着甄永福毫无防备，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啪啪两声，在寂静的大殿中格外清晰。甄永福猛地一怔，黄轩辕则直接傻眼，心里直呼：兄台，你不要命了！你拍完之后，眼眸骤然睁大，脑海中快速闪过更多陌生的记忆画面里，甄永福躺在你身边，笑容灿烂地望着满天星辰，轻声说：长安哥，等我孩子出生了，一定先让你抱。一股莫名的酸涩涌上心头，若不是你强行抑制，差点落下泪来。甄永福呆呆地看着你，又木讷地转头看了看自己的肩膀，这一辈子能随意拍他肩膀的只有陈长安一人。这个年轻小辈为何会做出这个动作？你这是什么意思？甄永福盯着你，语气看似平静，心中却已掀起惊涛骇浪。眼前这小辈会不会是他的长安哥重生转世？陈长安与陈平安同名，又有混沌体，一切都太过吻合。你连忙苦笑道：这是我们家乡小辈见到长辈的打招呼仪式。你不敢说出实情，既不确定甄永福会不会相信，更怕他得知你抢占了前辈的身体后将你视作仇人。甄永福皱紧眉头，这个理由并非他想听到的。他试探着问道：有位故人以前经常这般派我，小兄弟，你与那位故人是否有什么关联？他多么希望你能直接相认，若是不认，大概率便不是。可他又忍不住期盼你只是有苦衷不能相认。16年了，他每一天都在等着自己的兄弟回来。你正犹豫着要不要冒险说出部分事情，李冰云却匆匆飞了回来，他满脸激动与兴奋，笑容明媚，与先前冰冷不近人情的模样判若两人。一个闪身便冲到你面前：师尊，是你吗？仔细看去，他眼眶已然泛红，脸上却依旧挂着甜美的笑容。甄永福听到这话，眼眸骤瞪，压抑了16年的情绪瞬间爆发，老泪纵横。长安哥，果然是你！不远处的黄轩辕彻底懵了，瞪大双眼，脑子里一片空白，连自己是谁身在何处都忘了。李冰云方才详细询问了烈焰虎，得知烈焰虎听到的话语与他师尊当年所说分毫不差，便立刻匆匆赶回。这一刻，他无比确定自己的师尊回来了，原以为还要等上百年甚至更久，没想到希望来得如此之快。甄永福本就心存怀疑，李冰云的话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心中的激动与狂喜再也压抑不住，泪水如断珠般滚落。当年的遗言不是谎言，长安哥真的回来了。这16年，他无数次催眠自己，坚信长安哥会回来，如今终于得偿所愿。你看着两人哭成泪人，顿时手足无措。从未遇到过这种场面的你，只能下意识看向黄轩辕，可黄轩辕早已蒙圈，模样像极了不知所措的哈士奇。在两人充满期待的目光中，你快速理清现状，做出了决定。我其实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你们说的那个，脑海中的记忆缺损了很多，但我能确定仅存的记忆里有你们的身影。你不敢说出真实情况，只能顺着他们的话编织谎言，给他们一种你大概率就是那位前辈的感觉。甄
永福立刻上前抱住你，声音颤抖，果然是你，长安哥，我好想你。你能清晰感受到他身体的抖动，心中不禁感慨，这位前辈在他们心中竟是如此重要。你深吸一口气，轻轻拍了拍他的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当年你留下的遗言，就说过重生后会损失部分记忆，没事，只要你还能记起我们就好。真永福缓了许久才松开你，擦干眼泪，脸上满是激动与喜悦。真永福松开后，李冰云也立刻上前抱住你，一股清香扑面而来。奇怪的是，被这般美人相拥，你心中没有丝毫杂念，只觉得格外温馨。你下意识伸出手，揉了揉他的头，脑海中又闪过一幅画面，便顺着画面又揉了揉他头的另一边。李冰云松开你，眼神熠熠，此刻他已然100%确定你就是他的师尊，只有师尊才清楚他的喜好。三人坐下后，李冰云和真永福硬拉着你叙旧，你只能硬着头皮应付，听不懂的地方便说自己记不清了。借着与两人聊天的机会，你也发掘出更多零散的记忆，对他们的了解也渐渐清晰。真永福曾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有了家室后才变得惜命，与那位前辈相识近300年。李冰云既是前辈的徒弟，也算养女，外表高冷，内心却十分单纯热忱。长安哥，你先前不与我们相认，是不确定自己的身份，还是有什么苦衷？真永福突然问道。是啊，师尊，您若是有苦衷，我们帮您瞒着其他人。李冰云也连忙附和，想起先前自己要收师尊为徒的举动，俏脸瞬间泛红，只觉得大逆不道。你听到其他人3个字，心里一紧，连忙说道：你们先别往外说，我还需要一段时间适应。你实在怕应付不了更多人，只想先有个缓冲期，毕竟自己只是个冒牌货，心里始终不踏实。两人立刻点头应允。真永福心中暗自猜测，你或许是不想让洛依城知道那位前辈的妻子当年在前辈离世前未曾露面，哪怕前辈说过不生气，心中或许也有芥蒂。李冰云随即问道：那也不告诉师娘吗？你呆滞了一下，想起那位前辈传闻中的天仙妻子，心中更是忐忑，若是冒充前辈的事情败露，甚至玷污了前辈妻子的名声，那便是大罪过。毕竟那位前辈是拯救苍生的英雄，你一直将他视作偶像，先不告诉他，你只能尽量拖延，能不见便不见。聊完此事，你看向黄轩辕，开口道：皇兄，过来一下。黄轩辕早已回神，闻言连忙屁颠屁颠的走上前，恭敬道：前辈您好，您别叫我皇兄，我受不起，您随便叫我什么都好，你已是我徒弟，理应叫他师祖。李冰云对着黄轩辕说完，又微笑着看向你，师尊，您随便叫他就好，只是皇兄这个称呼确实会乱了辈分，那就叫轩辕吧。你说道。黄轩辕连忙恭敬点头，一路上我与你相处的不错，你还让我乘车，心性人品都很好，你有没有想要的东西？你问道。黄轩辕连忙摆手，没有，我那样做是应该的。你看出他为人通透，便对李冰云说道：冰云，多给轩辕一些修炼资源，最好是宗内最顶尖的。另外，我要跟他一起住。你此举不仅是想报答黄轩辕，更是为了自己，你怕冒充前辈的事情露馅，必须尽快提升实力，万一将来露馅，也有自保之力。黄轩辕瞬间瞪大双眼，满心狂喜。李冰云也笑着应允好的师尊，这很简单。看着李冰云乖巧听话的模样，你心中竟渐渐习惯了这种被大佬宠着的待遇。之后，真永福便去给你炼丹，不过半天时间，就将丹药送到了你所在的洞府。之后的日子里，真永福几乎天天黏着你，拉着你酗酒，先前的忧郁彻底消失，反倒像个阳光大男孩。你实在不知该与他聊些什么，只能找借口让他离开。临走前，真永福说，明日会带儿子前来，让他见见你这个干爹。他的儿子真回来，也是傲天宗的圣子，只是前些天外出历练，他已传讯让其明日赶回。真永福离开后，你和黄轩辕便在洞府中修炼。李冰云送来的修炼资源十分丰厚，每样都是2份，远超你的预期。吞服真永福炼制的丹药后，你不仅诞生了成灵根，再加上混沌体的加成，修炼速度快得惊人，短短半天便突破到了炼气后期。你毫无修炼经验，零散的记忆中也没有相关内容，只能向黄轩辕请教。黄轩辕受宠若惊，只当你是在考验他，绞尽脑汁的为你讲解。你弄懂后，便回到房间潜心修炼。傍晚时分，黄轩辕恭敬的在门外喊道：师祖，我想出去逛逛，晚点再回来。与你这位大佬住在一起，他压力极大，出门前也不忘禀报。你眼前一亮，进入傲天宗后，你还从未好好逛过，便说道：等等我跟你一起去。黄轩辕有些意外，却不敢拒绝，连忙点头。两人一同在傲天宗内闲逛。黄轩辕出身大家族，却也从未踏入过这大陆第一宗门，一路走下来，眼界大开。傲天宗底蕴深厚，修炼建筑一应俱全，路上遇到的弟子个个都是实力不俗之辈。两人走到一座人满为患的高塔前，黄轩辕介绍道：师祖，这是任务塔，是宗门弟子获取资源的地方，接收并完成任务就能获得相应奖励，还能积累弟子积分，积分足够，哪怕修为不高，也能提升弟子等级，最高可成为圣子。圣子的特权堪比长老。他顿了顿，又讨好道：师祖，这积分制度是您当年创建的，如今已被大陆所有宗门效仿，也正是因为这制度，宗门弟子才一直斗志昂扬，人才辈出。你脸色古怪，心中暗自猜测这位前辈该不会也是穿越者吧？就在这时，一群弟子纷纷让道，恭敬地朝着一个走来的年轻帅气青年打招呼：见过圣子。那青年昂首挺胸，神色桀骜，面对众人的恭敬，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你小声问道：这人是谁？他看起来与你年纪相仿，修为气息却远超于你，让你十分羡慕。黄轩辕摇头禀师祖，傲天宗有10多位圣子，这人应该是其中一位，个个都是人中龙凤。你点了点头，主动让开道路，却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行礼。黄轩辕也跟着照做，他如今是宗主弟子，又有你在身边，自然不必恭维一个圣子。可两人的举动还是引起了那青年的注意，他瞥了你们一眼，没再多管，径直走到任务回报处，拿出一颗巨大的妖兽脑袋进入分神期妖兽。全场弟子瞬间震惊，黄轩辕也惊叹道：好强，他只有出窍期修为，竟然能斩杀分神期妖兽，也难怪如此桀骜。你也暗自啧舌，心中
中对实力的渴望愈发强烈。那青年交接完任务，又领了新任务，转身离开时，见你们依旧没有行礼，终于停下脚步，冷冷道：“刚入宗门，学其他人，若是遇到其他圣子，定要拿你们立威。”说完便扬长而去。黄轩辕看向你，见你神色平静，心中愈发笃定你是大佬，不屑与小辈计较。两人继续闲逛，直到黄昏时分，才往洞府方向走去。刚到洞府门口，便看到甄永福早已在门口等候，他身边还站着一个年轻帅气的青年，正是你们在任务塔遇到的那位桀骜圣子。你和黄轩辕继续往前走，甄永福立刻迎了上来，脸上满是笑容。长安哥出去逛了逛，他身边的甄回来却皱紧了眉头，心中满是疑惑。父亲让他匆忙赶回见的人，就是这两个修为低下的小辈，而且这洞府是傲天宗最好的，他们凭什么住在这里？甄永福推着甄回来，笑着介绍道：“长安哥，这是我儿子甄回来。”随后他转头对着甄回来催促道：“快叫干爹！”甄回来瞬间懵了，差点站立不稳。干爹，眼前这个练气期的小辈，竟然是父亲口中那位拯救苍生的英雄前辈。他想起自己先前对你的呵斥，心中瞬间凉了半截，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勉强喊出一声干爹。你笑着打圆场，孩子许是见我与他年纪相仿，不好意思开口，时间久了就习惯了。甄永福却摇了摇头，加重语气道：“这可不行，长安哥你放心，我回去好好教他。”说着还瞪了甄回来一眼。甄回来脸色一白，心中暗自叫苦。几人进入洞府后，甄永福又开始拉着你酗酒，你耐心倾听，趁机梳理脑海中零散的记忆，直到夜晚才勉强将甄永福送走。甄永福临走前望着天上的星辰，驻足良久，还邀请你一起看星星。被你拒绝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临走前还说没事，以后有很多时间一起看。你站在洞府门口，抬头望着满天星辰，脑海中突然闪过一幅画面，你怀里抱着一个绝世美人，一同望着星辰，这应该就是那位前辈的妻子吧？你心中忐忑，我一个冒牌货，日后若是见到她，该如何相处？你摇了摇头，不再想这些烦心事，转身回到洞府继续修炼。你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只是想到画面中的女人，心跳便不由自主的加快，连你自己都疑惑李冰云也很美，可你心中毫无杂念，唯独对这个陌生女人生出了异样的情愫。或许是那些记忆在影响你吧，你甚至开始迷茫，自己究竟是来自地球的陈长安，还是那位拯救苍生的英雄前辈？甄永福回到家后，叮嘱甄回来，一定要保守你已经回来的秘密，哪怕是对他母亲灵梅，也不能透露他清楚。自己妻子嘴巴不紧，怕泄露消息影响到你。第二天一早，甄永福早早起床，看着朝阳初升、红霞满天的景象，心中满是惬意。16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欣赏眼前的美景。洗漱完毕后，他便准备前往傲天宗找你，可还没走出院子，一道人影便从天边飞来，竟是贾继友。甄永福瞬间陷入纠结，该不该告诉贾继友长安哥已经回来的消息？贾继友与他一样，16年来日日活在对长安哥的追悔与思念中，甚至比他还要难受。毕竟贾继友是与长安哥一起长大的发小，一边是长安哥不让外泄的赌博，一边是自己的好兄弟，他实在难以抉择。贾继友落到甄永福面前，仔细打量着他，见他神色正常，并没有灵梅所说的异常兴奋，便开口道：“嫂子说你去了一趟傲天宗，受了刺激，让我过来看看你。没事就好，别天天往那边跑。长安哥说过100年内会回来，现在才16年，他回来了，一定会第一时间找我们的，我们等着就好。”听到贾继友的话，甄永福心中更加纠结。长安哥明明已经回来了，可他不能说，他不敢看贾继友的眼睛，眼神躲闪着说道：“我没事，你不用担心。你宗门事务繁忙，还是回去吧。”贾继友一眼便看出他有心事，笑着摇头：“宗门已经稳定了，现在是大陆第2有傲天宗，再也难有突破。这段时间我就在这里陪你，你去哪我就去哪。”甄永福彻底傻眼了，这样一来他还怎么去找长安哥？甄永福把贾继友接入屋内，灵梅见到贾继友不再是见到猪朋狗友一般，笑着招呼起贾继友：“我们这里房间多，以后你宗门那边没什么事情的话，就一直在这边住下吧。”灵梅盯着甄永福好一会了，见到甄永福已经有些许皱眉，看起来再次变回16年来的模样，安心了一些。看来让贾继友前来还是有些作用的，毕竟贾继友也是甄永福的好兄弟。甄永福听到灵梅这话更加忧郁了：“娘子，你这样会让我没有机会再去见长安哥啊，我们难得重聚，我还想和他多待一会儿。”甄永福原打算今晚硬拉着你去看星星喝小酒，回忆过往，帮你找回更多记忆。你说过，只要看到能换回记忆的画面，缺损的记忆就可能突然回来。为此他一晚没睡，整理出一套回忆流程，打算带你去那些印象深刻的地方。可贾继友的到来让他所有计划都落了空。灵梅又盯着甄永福看了一阵，确认他彻底恢复正常，正是那熟悉的忧郁模样，便乐呵呵地往厨房走去：“你们两兄弟慢慢聊，我给你们做早饭，嫂子随便做点就行了。”贾继友笑着应声，见灵梅进了厨房，才转向神色郁结的甄永福，叹道：“永福别这样，你家人都很担心，我们慢慢等他回来就好。”这话既是安慰甄永福，也是说给自己听。此次前来他本想去傲天宗和你以前的院子看看，却怕甄永福出状况，只能暂且压下念头。甄永福苦笑道：“我真没事，你不必如此，要不你回去吧。”贾继友刚想拒绝甄回来，就从一间房里走了出来，眼冒金光的快步上前：“二干爹来了，二干爹这次可有给我带什么礼物？”贾继友露出慈祥的笑容，拿出一个盒子，还真给你准备了一样东西，拿去吧。甄回来接过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把精美的长剑，剑身泛着凛冽剑芒，萦绕着强大气息。这好剑啊！他瞬间眼睛发亮，满心欢喜，这剑比甄永福用的还要好。甄永福瞥了一眼，皱眉道：“你给他如此好剑做什么？”不久后就是他17岁诞辰，当诞辰礼物。贾继友笑着解释：“这也不行，给他只会惹人惦记，外出历练岂不是要被人夺宝？”甄永福瞬间夺过盒子，甄回来顿时猛了满
心委屈却不敢作声。贾基友摇头劝道：“这是我送他的礼物，你就给孩子吧。回来你就当这礼物是你大干爹送的。”大干爹，甄回来脑海里浮现出和自己同龄的你的模样，苦笑着应道：“好的。”甄永福听到大干爹3个字，眼眸骤然一亮，轻咳2声：“这件我先帮他保管，等他实力提升一些再给他。”他心里盘算着，你重生归来正好缺一把趁手兵器，这件再合适不过。甄回来不知他的心思，以为以后还能拿到剑变妥协了。甄回来看了看贾基友，又看了看甄永福，犹豫着要不要说出你回来的事。他知道贾基友还不知情，可甄永福的严厉让他不敢轻易开口。昨日被揍的痛感还在，最终他还是拉了拉甄永福：“爹，有件事我想跟你单独聊聊。”父子俩走进房间，屏蔽了空间。不等甄回来开口，甄永福就沉声道：“你大干爹回来这事，绝对不能告诉你二干爹。为何啊？爹，你没看到二干爹有多想念大干爹吗？”甄回来皱紧眉头，他也曾见过贾基友偷偷落泪，其思念之情不比甄永福少。听我的就对了，你要是敢说我揍你。甄永福语气强硬，甄回来嘴角抽动，只能默认。两人走出房间，甄永福的脸色突然变了。李冰云怎么来了？此刻李冰云正尴尬地站在贾基友面前，苦笑着问道：“贾叔，你什么时候来了？刚来不久，你找永福有事？那他出来了。”贾基友笑着指了指甄永福，他刚才坐着时就见李冰云飞进院子，还喊着甄永福。甄永福快步上前：“冰云有事，甄叔能单独聊聊吗？”李冰云偷偷看了一眼贾基友，有些局促地说道。贾基友皱起眉头，心里泛起一丝异样：“你们怎么神神秘秘的？你们两父子这样就算了，冰云我可是你贾叔，有事还要躲着我。”李冰云脑子有些迟钝，一时不知如何回应。甄永福反应极快，连忙打圆场：“哦，冰云是要跟我聊帮那位弟子炼丹的事宜吧？”“是啊，甄叔，你炼制的耐力丹药效果差了些。”李冰云连忙顺着话头说道，语气却依旧不自然。贾基友看着两人不对劲的模样，眼眸眯了起来，断定他们在隐瞒什么。他目光落在欲言又止的甄回来身上，沉声道：“回来，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二干爹可没少疼你，告诉我，你要是怕你爹打你，我帮你，他一个炼丹的可没我厉害。”甄回来瞅了眼甄永福凶狠的眼神，又想起贾基友的疼爱，一咬牙，豪气干云的说道：“二干爹，其实大干爹回来了。”贾基友豁然站起，瞪大了眼睛，声音都在发颤。什么？当看到甄永福和李冰云默认的神情时，他的眼眶瞬间红润，泛起一层水雾。既然他回来了，为何要瞒着我？他心头升起不好的预感，却又转念一想，只要你们回来，再糟的事也不算什么，是他让你们不告诉我。甄永福此刻恨不得教训甄回来一顿，生怕此事影响到，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是的。贾基友又气又急，咬牙道：“这家伙不知道我很想他。该死，他现在在何处？我要找他！”眼泪不自觉滑落，他慌忙擦拭，故作不在意，心里却满是16年来的思念与委屈。就在这时，厨房传来器物摔碎的声音，林梅手里的粥盆掉在地上，粥洒了一地。什么？他回来了！他终于明白甄永福昨日为何异常，又气又急，快步闪身到甄永福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耳朵：“你个混蛋，可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气死老娘了！”贾基友此刻没心思看笑话，连忙拉住林梅嫂子：“别打他了，我们一起去见见陈长安那个混蛋。枉我想了他16年，见到他我非要好好问问他。”洞府里，你从修炼状态中停下，呼出一口浊气，那浊气竟如一箭般射出，啧是混沌体厉害，还是我天赋了得？这么快就到筑基期了，到了这个境界就能御剑飞行了。你拿出李冰云送来的御剑飞行法诀，看了片刻，脸色变得古怪起来。这就会了？你暗自思忖这般逆天的领悟能力，想必和脑海里的零散记忆有关。混沌体只是辅助修炼，领悟力全靠脑子，而你前世只是地球一个普通人，绝不可能有这般天赋。这记忆算是我的金手指了吧？你心中沾沾自喜。你走出房间，想敲响黄轩辕的房门，借他的剑是非一番。你如今正缺一把好剑，可不等黄轩辕开门，洞府大门就被敲响。你以为是甄永福或李冰云，打开门却愣住了。贾基友就站在最前面，眼眶泛红，正努力克制着情绪。陈长安，贾基友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紧紧盯着你。你大致猜到甄永福和李冰云没能瞒住，点了点头。就在点头的瞬间，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幅幅画面，一个和眼前贾基友有几分相似的小孩跟在你身后一起偷鸡，一起打闹，一起躺在屋顶看星星，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硬撑，有时又一起追着别人跑。小几季，你下意识地唤出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称呼。贾基友本想狠狠质问你，可这一声小季季瞬间让他所有的怒火都烟消云散，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了下来。他快步上前，一把紧紧抱住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身体不住颤抖。四周一片安静，你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缓缓抬起手，轻轻拍着贾基友的后背。你虽只是占用了这具身体，拥有了别人的记忆，却还是被这份深厚的情谊触动，忍不住轻声说道：“没事，我回来了。”甄永福看着这一幕，眼眶也红了，快步上前，三人紧紧抱在一起。16年的分离终于换来重逢。甄回来站在一旁，看着平日里要强的父亲和贾基友这般模样，心中第一次对友情有了真切的理解，仿佛在这一刻长大。林梅满脸欣慰，长长舒了一口气，从今往后，他再也不用为甄永福担心了。李冰云站在一旁，眼眶微红，没有上前打扰，心里却在犹豫，要不要把你回来的事告诉洛一成他们。贾基友碍于面子松开了你，却依旧紧紧拉着你的手走进洞府。看到黄轩辕时，疑惑地问道：“这位是？”他心里有些吃醋，自己都没能和你住在一起，这人却能与你。你简单介绍了黄轩辕，贾基友的醋意更浓，看向黄轩辕的眼神都带着几分不善。黄轩辕一脸莫名觉得自己得罪了这位大佬。众人坐下后，贾基友得知你记忆损失大半，脸色渐渐凝重，不停询问你是否记得少年时的往事，得知你还能想起一些，才稍稍安心。陈长安，你说说，你死的时候不跟我明说，我还能原谅你；不想让我伤心，可回来了却瞒着我，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贾基友语气幽怨，却难掩关切。你一时无法给出解释，灵机一动，突然捂住脑袋，装作痛苦的模样。甄永福瞬间慌了，脸色煞白的起身：“长安哥，你怎么了？”贾基友也手足无措，满心懊悔，以为是自己逼问的过激。过了片刻，你见两人太过着急，便不再装了。
了，苦笑道：“没什么，我重生后有时候会这样，尤其是突然见到太多熟悉的人，脑子会不舒服。怪不得你要隐瞒，是我错怪你了，都是我的错。”贾基友痛心疾首，甚至想扇自己一巴掌。你连忙拦住他，安慰道：“没事，与你无关，你只是太想我。”甄永福也连忙劝道：“小吉吉，长安哥都说没事了，你别自责。”贾基友这才稍稍平复，郑重地说：“恢复记忆急不来，你千万别勉强，别再出什么意外。”甄永福也点头：“我原本打算带你去那些熟悉的地方，帮你恢复记忆。既然如此，我们就慢慢来，有的是时间。”几人又聊了一阵，你脑海里的记忆太过零散，实在没什么可聊的，便假装疲惫，打发众人离开。贾基友在洞府门外站了许久，才依依不舍地跟着甄永福等人离去。你躺在床上思绪翻涌，通过贾基友，你又想起了一些新的记忆。那位陈长安前辈小时候的言行举止，竟和穿越者十分相似。难道这位前辈也是穿越者？结合傲天宗里一些偏现代的制度，你更加确定了这个猜测。一个更惊人的念头浮现：难道我本来就是他们口中的那位陈长安？重生时我保留了地球的记忆，却只留下了些许这人的记忆，才会觉得自己从未在这世界待过。这个猜测完美契合眼前的一切。你苦笑着摇了摇头，若是真的，那便是天大的幸运。甄永福和贾基友这般真心待你的兄弟，是你前世从未拥有过的。甄永福等人回到院子，甄永福神色严肃地说：“长安哥的情况很特殊，大家务必把这事瞒好，别轻易告诉其他人，免得刺激到他，影响他恢复记忆。”众人纷纷点头。李冰云也打消了告诉洛一成的念头。就在这时，李冰云的传音石震动起来，他输入灵气，里面传来洛一成的声音：“冰云，我有事找你过来我这边院子一趟。”李冰云瞬间慌了，苦笑着看向众人寻求帮助：“我该怎么办？我向来不会撒谎，怕被师娘看出破绽。”贾基友深知洛一成在你心中的分量，此刻让你见他，必定会刺激到你，连忙说道：“你回他就说你要必死关。”1年后才出关。李冰云愣了一下，总觉得这话有些熟悉。甄永福也无奈地看着贾基友，当年洛一成就是用这话躲避你的，我都是为了长安哥好，你就听我的，这些天找个地方躲着，尽量别出来。贾基友义正言辞地说道。李冰云虽想多去看看你，却也明白其中厉害，只能照做。对着传音石说道：“师娘，我突然间要突破修为，可能要逼1年的死关。”可下一刻，传音石里传来洛一成的声音，让众人都笑不出来。还有1个月便是你师尊忌日，你忘了？这时候你闭关。众人瞬间恍然大悟。你回来后，他们都下意识地忘了这个16年来从未缺席的日子。李冰云慌了神，贾基友思索片刻道：“只能说你忘了。”李冰云满脸苦涩，对着传音石低声道：“师娘，我忘了。”过了一炷香，洛一成的声音才再次传来：“也好，说明你已经走出悲伤，那就这样吧。但你要记住，他永远是你师尊安心闭关忌日的事情，我来主持。”李冰云满心愧疚，贾基友连忙安慰道：“你做得很好，无需愧疚。长安哥已经回来了，这忌日过不过也一样。”另一边，你以前的院子里，洛一成看着西斜的夕阳，满脸憔悴，低声自语：“真的能等到他回来吗？他回来后，我又该如何面对他？”洛一子从门外走入，安慰道：“姐姐莫要怪罪冰云，他不是忘记忌日，只是太过想念，想要逃避吧。”洛一成点了点头，拿出一个盒子递给洛一子：“一子，你晚些拿这东西去甄永福那里，请他帮忙炼制一些适合冰云修炼的丹药。16年来，他没脸见甄永福和贾基友，唯有忌日才会一见。如今求丹只能让洛一子代劳。”洛一子接过盒子，点了点头：“晚些我再去，顺便蹭顿晚饭。我想念以前和长安哥在那里吃饭的日子了。”夜幕降临，天空繁星璀璨，宛如镶嵌在黑布上的宝石。甄永福和贾基友对视，心中生出同一个念头。两人飞到你的洞府前，确认你状态无碍后，便带着你飞回了院子。长安哥，我们吃顿饭后一起看星星。这句话他们等了16年。餐桌上，贾基友和甄永福不停给你夹菜。贾基友笑着说：“你最喜欢吃鸡腿了，今天这些都给你。”甄永福也笑着夹了一块腰瘦肉。长安哥，这是我的拿手好菜，时隔16年，你再尝尝滋味。李冰云也笑着说道：“师尊，这个你也喜欢，多吃点。”灵梅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笑而不语。一旁的甄回来只能干咽口水，以前都是众人给他夹菜，如今却无人问津，只能闷头吃饭。你见状，把碗里的鸡腿夹给甄回来：“鸡腿我吃不完，回来你吃吧。”甄回来眼睛一亮，刚要伸手，就被甄永福一筷子打在手背上：“别给这兔崽子吃，兔崽子你别吃了，去面壁。”甄永福还在气甄回来今日泄密之事，甄回来缩了缩脑袋，不敢作声，只能继续闷头吃饭。这时甄永福拿出那个装剑的盒子，笑着递给你：“长安哥，这把剑给你，你现在应该没有趁手的武器，你肯定会喜欢。”甄回来瞬间懵了，满脸委屈，爹明明说等他修为提升就把剑给他，此刻却直接送给了你，可他敢怒不敢言。你心中一喜，你正缺一把好剑，连忙接过盒子，笑着道谢：“多谢永福。”你悄悄打开盒子，瞬间被里面的剑惊艳到，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名字：喃喃低语草剑愁。贾基友叹了口气：“我们帮你找了很久，都没能找到你的草剑愁，想必还在星空中飘荡吧？当年我们看到草剑愁损坏，虽觉得灵体已灭，但若是能找回来，至少还能重铸剑身。”你摇了摇头，压下心中莫名的酸涩：“没事，继续吃饭吧。”众人见状也不再提此事，继续给你夹菜，只想让你开心一些。可就在这时，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往院子外看去，甄永福惊呼一声：“糟糕，他怎么来了？”贾基友等人也满脸惊愕，万万没想到洛一子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甄永福：“林梅姐姐回来，我来了，你们吃饭没有？”洛一子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还没进屋，笑声就先飘了进来。你听到这声音，身形一怔，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心头。当洛一子走进屋内的那一刻，你豁然站起，脑海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这绝世美女是那位前辈的妻子。洛一子的到来惊到了屋里所有人，见到你突然站了起来，其他人也快速起身，以此混淆洛一子，让你显得不那么突出。可众人一同起立的画面，反倒让屋内气氛变得十分古怪。洛一子正然看着众人，一时搞不懂他们在做什么，直到看到李冰云，才似有顿悟：“冰云，你怎会在此？你不是说要必死关吗？”洛一子皱了皱峨眉，又扫了眼许久未曾露面的贾基友，心中暗道：今日倒是奇人。再看桌面上铺满的佳肴，香气扑鼻，不禁疑惑：难道有什么喜事？林梅反应最快，连忙笑道：“一子妹妹怎么来了？今日是回来诞辰。”洛一子闻言恍然，却又很快皱眉。他虽记不清真回来诞辰的确切日期，但记得离你的忌日不远，如今还差1个月。不过看眼前热闹景象，也没再多疑。我姐姐知道冰云要闭关，让我找甄永福炼制些丹药助他突破。洛一子直言来意，拿出一个盒子递给甄永福作为炼丹费用。
丝毫没在意李冰云就在场。李冰云脸上掠过一丝惭愧，却飞快收敛神色，谨记师尊嘱托，不敢坏了大事。甄永福收下盒子，点头应下。本以为洛伊子会就此离开，没想到他却死死盯着桌上佳肴，毫无动身之意。林梅刚想客套邀请，就对上甄永福瞪得浑圆的眼睛。可洛伊子对美食的渴望远超众人预料，不等林梅说完，便笑着找了个位置坐下。好巧不巧，正坐在你身旁。众人瞬间屏住呼吸，暗自捏了把汗。洛伊子不用林梅准备碗筷，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餐具，大口吃了起来。众人见状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用餐。只是餐桌上的温馨气氛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忐忑。洛伊子吃了片刻，忽然察觉到不对劲，身旁的年轻小伙是谁？为何他碗里都是好菜，而作为兽性的甄回来碗里却空空如也？他见你挨着贾基友坐，便猜测是贾基友新收的弟子。筑基期的修为配上这般年纪，也算不上什么天才，索性不再多想，专心享用美食。吃着吃着，他不禁想起了你，想起当初和你在这里蹭饭的日子，眼眶微微泛红。而坐在一旁的你此刻心绪大乱，见到洛伊子的瞬间，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片段，你和他一起看星星游遍山河的画面，还有一些模糊难辨的场景。你心中笃定洛伊子定然是你陈长安前辈的妻子，只是疑惑画面中他的性格时而不同，难道是双重人格？洛伊子见众人因他变得拘谨，一边咀嚼一边道：“你们也是啊，我又不是外人，不必如此。”甄永福和贾基友连忙打圆场，让众人放开些。李冰云却一言不发，低着头扒饭，小脸几乎埋进碗里。吃饱后，洛伊子看向甄永福：“甄永福有酒吗？我突然想喝点。”话音刚落，你不知为何脱口而出：“别喝。”全场瞬间鸦雀无声，你自己也愣住了，这竟是下意识的反应。洛伊子瞬间盯紧你，语气带着质问：“从一开始我就奇怪你是谁，我喝酒与你何干？”贾基友连忙打圆场：“这是我新收的徒弟一子，你别和他一般计较。他父亲常年酗酒，还经常打他，所以他对酒十分厌恶。刚才是受了刺激。”你连忙点头附和：“我父亲喝酒后有几次差点打死我。”洛伊子沉默片刻，语气软了下来：“好吧，你也是苦命人，我走了，你们慢慢吃。”洛伊子起身离去，身影落寞的消失在灯光下。你心中莫名泛起一阵绞痛，竟有冲出去拉住他的冲动，最终还是强行压制住了。确定洛伊子飞走后，甄永福等人沉默片刻，才尴尬的笑了起来。长安哥他走了，我们继续就当他没来。你沉默着开口：“我记得自己很爱他。”这句话一出，全场再次死寂。贾基友瞪大眼眸，连忙咳嗽着打圆场：“陈长安，这话我们当作没听到，不说了，继续吃饭。”甄永福也连忙岔开话题，提议喝酒不谈感情。李冰云和林梅也各有神色，唯有你看着众人古怪的表情，心中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却没有深究。你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陈长安，若是倒可深究，若不是便是对那位前辈的亵渎。一顿饭在诡异的气氛中结束。甄永福和贾基友没有忘记初衷，带上酒桶拉着你飞上了屋顶。满天星辰交相辉映，夜色绝美，你不禁感叹：好美！这里的星星比别处更清晰更大，仿佛头顶有一个无形的放大镜。我那儿子从小也喜欢看星星，他实力低看不清，我就让狗道人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放大视野的阵法。甄永福笑着解释，语气中带着对儿子的宠溺，也有一丝对过往的怅然。你喃喃道：狗道人好熟悉的名字，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男子的身影，心中暗叹这位前辈果然有很多好兄弟。长安哥，你看那颗星星就是属于你的。甄永福指着一颗星辰说道。你望去顿时愣住，那竟是你从小当作指路星的星辰，它附近还有几颗明亮的星辰，每晚抬头都能看到。贾基友笑着补充，那都是你当年搬上去的，你实力强大，剑斩大山，提山飞向外域都不在话下，造颗星星更是轻而易举。附近那颗是你妻子，那颗是黄娇娇，那颗是洛伊子，那颗是林烟雨，唯独没有我和永福的，果然是重色轻友的家伙。你苦笑，心中疑惑，黄娇娇、林烟雨这几个名字你毫无印象，想来是前辈的知己。甄永福轻推了贾基友一把，替你解围。贾基友也不再调侃。三人静静躺在屋顶，你被两人的热情感染，脑海中突然闪过三人一同看星星的画面，下意识伸出手搭在了两人肩膀上。贾基友和甄永福身子微顿，随即嘴角扬起笑容，他们心中已然笃定，你就是他们等了16年的陈长安。你也莫名扬起嘴角，心中愈发希望自己就是那位前辈。贾基友看向你，语气认真，你现在实力还太低，得赶紧修炼，需要什么东西都告诉我。甄永福也笑道，我从明天开始天天给你炼丹，从低阶到高阶，只要是你需要的我都练一遍，我的丹药副作用极低，你尽管放心吃。夜色渐深，往日萦绕在院子里的悲伤不知不觉间已被暖意驱散。另一边，洛伊子回到自己的院子，看到洛伊成正坐在屋顶看星星。伊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刚才我好像感受到他也在看星星。洛伊成的话让洛伊子呆滞了许久，看着姐姐满眼柔情，眼眶泛红的模样，便知他又在想你。你看他的那颗星星今夜好像更亮了，难道他已经重生了？洛伊成转头看向洛伊子，眼神中满是期待与忐忑。洛伊子沉吟片刻，点了点头，是的。洛伊成露出欣慰的笑容，洛伊子却叹了口气，忽然问道，姐姐，若是他重生了，换了一副模样，你还能认出他吗？洛伊成果断点头，我一定能一眼认出他，只需对视一眼就够了。洛伊子苦笑，心中却突然咯噔一下，脑海中飞速回放着在甄永福家的画面，众人诡异的氛围，李冰云反常的举动，你那句别喝，还有你看他的眼神，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心中升起，他猛地看向洛伊成，语气急切紧，我忘记把你给我的盒子给甄永福了，我再回去一趟。不等洛伊成多说，洛伊子便全速飞往甄永福的院子，心中既期待又忐忑，他要去验明真相，不愿再让姐姐承受失望的痛苦。洛伊子很快抵达甄永福的院子，努力平复着狂跳的心脏，刚步入院子便发散感知寻找你。甄永福和贾基友察觉到他的气息，瞬间紧张起来。贾基友果断对你道，我有个空间宝物能容纳活人，你先进去躲躲。你虽未察觉到洛伊子的气息，但见两人神色紧张，便点了点头，被贾基友收入了空间宝物中。洛伊子感知一番，没有找到你的踪迹，皱着眉看向屋顶的贾基友，你那徒弟人呢？贾基友打哈哈道，伊子姑娘你怎么回来了？我不久前刚让人送她回宗门了。洛伊子心中更加笃定，笑着说道，要不你传音让她回来，我就问2句话，很快的。贾基友面露难色，甄永福也连忙帮腔，可洛伊子紧追不舍，一会问徒弟有没有传音时，一会问送他回去的人有没有。贾基友无奈只能把责任推给甄永福。洛伊子见两人百般推诿，终于沉喝一声，眼眶泛红。
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演到什么时候。贾基友和甄永福无言以对。这时，灵媒和李冰云从屋里走出。灵媒开口道：“一子妹妹进来坐吧，我们也不是有意要瞒你，把她放出来，让她亲自跟你说清楚。”贾基友无奈，只能将你从空间宝物中放出。你再次出现，第一眼便看到了洛伊子，心中暗道：那位前辈的妻子竟又回来了。洛伊子死死盯着你，眼眶红透，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一时不知如何开口。你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又得不到贾基友等人的提示，只能硬着头皮开口：我重生时记忆缺损，受了很重的脑伤，一下子见太多熟悉的人会受不了，而你是我爱的女人，我想等恢复一些再去见你。话音刚落，众人脸色瞬间变得古怪，贾基友和甄永福更是捂住了脸。洛伊子愣在原地，随即脸颊爆红，又气又羞你无耻！你也懵了，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记忆，瞬间明白自己犯了大错。洛伊子竟是那位前辈的小姨子，和他妻子是双胞胎，你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场面陷入尴尬的寂静。许久，洛伊子才小声开口：既然你有苦衷，那我就原谅你。他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惊喜，又有愧疚，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可想到姐姐，他还是压下了心绪，认真问道：那你什么时候见我姐姐？这16年，他每天都在悔恨和思念中度过，甚至好几次想过轻生。你心思大乱，只能采取拖延策略，我得休养一段时间，具体时间还不清楚。洛伊子追问：能否告诉姐姐你回来的消息？你看向贾基友等人。贾基友提议可以告诉嫂子，但我们会拦着他，不让他来见，以免刺激到你。你点头同意，却提出只告诉他妻子，其他人暂时隐瞒。洛伊子答应了。林梅忽然问道：那林烟雨那边呢？贾基友和甄永福异口同声，绝不能告诉他。李冰云小声问起自己师姑，众人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你脑中虽没有林烟雨的记忆，却对李冰云的师姑有零星印象，便说到尽量隐瞒我，既然回来了，也不怕让他们多等一段时间。洛伊子又问你有没有传音时想和你传音联系，你借口听到熟悉声音会受刺激，让他有事亲自来带话。洛伊子无奈，只能点头离去，临走前还偷看了你一眼，心中的大事终于落下，你真的回来了。回到院子，洛伊子看到洛伊成仍在屋顶看星星，试探着问道：姐，若是他回来了却打算不见你或者不告诉你，你会怎么做？洛伊成傲娇的哼了一声：那我就不爱他了，我都为他痛苦了16年了。洛伊子听后决定暂时不告诉姐姐真相，生怕刺激到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第二天一早，天气晴好，你走出洞府，尝试御剑飞行。虽是第一次御剑飞一旁平稳飞行中，脑海中突然闪过一段记忆，正是那位前辈当年御剑的画面。你的御剑技术瞬间变得炉火纯青，在天空中穿梭自如。下方的黄轩辕看在眼里，心中暗暗惊叹。你飞落地面，洛伊子突然飞来，看到你，两人神色都有些古怪。姐夫，我昨日探了探姐姐的口风，觉得还是先不要告诉她你回来的事，你没打算见她之前，尽量低调点，也别去甄永福那边了，有事让他们来宗门找你。你眼前一亮，连忙点头答应。洛伊子看向一旁的黄轩辕，问道：这位是徒孙？你微笑着回答。洛伊子了然，随手扔给黄轩辕一粒丹药，嘱咐道：有空我会来看你。说完便转身飞走了。黄轩辕捧着丹药震惊不已，那竟是9品生气丹，哪怕他现在用不上，也价值连城。两人正准备回洞府修炼，甄永福和贾基友便飞了过来。甄永福手中拿着一个大盒子，笑着说道：长安哥，这是我连夜炼制的丹药，适合你现在的修为，吞服一粒就能突破一个小境界，出窍境前都能服用，还不会导致境界不稳。你打开盒子，里面装着半盒丹药，心中惊叹不已。贾基友也拿出一叠卷轴，语气傲娇的说道：我没什么好给你的，你记忆缺损，不知道功法术法有没有忘记？这些都是我收藏的顶级功法，你拿着吧，我可不是特意帮你，只是念在你当年救了我们。你笑着收下，拍了拍他的肩膀。甄永福和贾基友离开后，你便带着黄轩辕回洞府修炼。没过多久，傲天中宗主殿前突然飞落一个娇小的女子，她朝着大殿内喊道：冰云在吗？